很多华人在美国用中国最赚钱的炒房经验，在美国炒房却失灵了。明明做了很多功课，结果现金流越来越差，甚至到了卖房的时候还亏钱的处理。那是因为很多华人在美国买房子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，在中国买房的一套观念来到美国来用，相当于一套观念两地用。2021年之前，中国房产最赚钱的三套打法：学区房、政策红利，还有玩杠杆。在国内，这套方法确实是很实用，但是到了美国，这三招恰恰是最容易交学费的地方。在国内抢到了指标，就是等于赚到了钱。在限购下这种套利逻辑，撑得起咱们中国的半部炒房历史。在美国联邦不救楼市，2008年次贷危机，房价跌了30%，600万个家庭失去了房子。中国炒房客在美国亏的钱，不是因为不努力，而是把错误的打法带进了战场。我们今天专门来讲，在国内总结最经典的炒房方法论。美国一条都不好使，学区房稳赚。很多的中国人到了美国以后，最容易复制的一套投资逻辑，就是学区房。因为在国内，学区房几乎是一代人的财富密码。中国学区房的核心是学位绑定户籍。在中国，一套30平米的老破小，就是因为对口名校，能溢价50%到100%。房子破不破不重要，因为大家买的不是房子，而是上学的名额。这个逻辑在过去的20年，在北上广深跑通无数次。换学区、占学位，成了中产阶级家庭的核心操作。但是美国的学区房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。我们需要知道，美国 K12公立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提供45%，其中36%都来自于纳税人交的房产税，州政府提供47%，联邦政府提供8%。也就是说，美国的好学区房主要是给高税收喂出来的。这就是中国和美国学区房最本质的区别。具体的机制就是很多的好学区的房产税会很高，那房价也会很高，房价高又导致房产税高，保险的维护成本很高，这就导致了你的持有成本提高很多，那么长期现金流的压力就会增加很多。比如说新泽西的普利斯顿旁边的顶级学区，中位数的房价差不多是在$100万左右，目前的房产税大概是在2.94%，那么$100万的房子一年就要交$29,400的税，30年累计地税就是$88万左右，相当于房子原价值的88%，接近90%。再比如说德州的 Plano， 还有 Fresco， 就是达拉斯北部的这种顶级学区，房产税在2%到2.5%之间。一套$60万的房子，一年房产税就是$12,000到$15,000。有人说这样不对呀，像这种 Cupertino 还有 Palo Alto 这种顶级学府，地税只有1%，便宜的反常。那是因为在1978年的这种 Propo 13锁定了房产税的涨幅，加州学区从此不再过度依赖房产税供养，而是越来越依靠州政府的统一分配。这种模式看起来挺好的，但是代价就是加州的教育逐渐的走向这种两极分化。
对于顶级学区，虽然说房产税的涨幅被锁死了，但是人家背后还有加州政府的教育拨款支持。这些资金背后是全美最有钱的这一波人，在支付13.3%的个人所得税。此外，还有 Mello Luz 这种学区债，有社区专项税的支持。学区债就是指1982年的时候，加州议员 Haley Mello 还有 Michael Roth 他们推动了一部法律，允许地方政府在 Prop 13之外，额外向特定区域的房主征税，专门用来给新建社区修学校、道路等基建。政府可以先举债完成这些项目，然后再通过对这些区域的房东，每年再多交一笔叫做还债税，一交就是20到40年。另外还有家长基金会这种长期的募捐，因为有这三条腿撑着，所以学区全美顶尖。而对于普通学区，由于长期缺乏这些资助，目前加州整体的8年级的尼普阅读成绩有254分，比全美平均257分还要低。所以 Cupertino 的学区房，它不是便宜的好学区，而是靠加州高个税转移支付，还有家长募捐硬撑出来的学区，靠限购红利去赚钱。中国楼市过去的20年的暴涨历史案例，限购套利是核心的红利之一。抢到购房指标就等于立刻赚30%到50%，户口、社保、纳税年限等于入场券。查水费拿指标成为一门套利产业，这个逻辑塑造了整整一代人们中国式的炒房思维。但是这套打法在美国是行不通的。美国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外国人这种自由市场，但实际上对中国买家要求是越来越严格。美国过去几年正在专门针对外国人买房立法限制。根据 Multi-State 2026的这个1月份的报告，说是2025年，全美有38个州推进了限制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的立法，其中针对中国国籍的条款覆盖面是最广。目前已经签署法案的代表案例有以下几个：2023年7月份生效的佛州 SB 264。限制中国国籍购买军事设施10英里范围内的房产，限制农业用地购买。2024年11月份，联邦上诉法院表示继续执行这个法案。2025年8月份签署，9月份生效的德州 SB 17，限制中国、俄罗斯人、伊朗、朝鲜国籍人士购买德州的房地产。违规可入刑。我想在此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，在国内的炒房客的认知里面，自由市场等于友好市场，但是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。美国作为外国买家的本身，就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风险，还有一个就是靠政策托底。中国的房地产过去的20年的暴涨的历史里面，有很多的炒房客有一个信仰，无论房市怎么变化，政策都会托底，因为最大的债权方是银行，而银行系统最大的股东是国家，所以每次楼市危机最终都会被政策救回来。这种认知形成了一套深层的信念，只要熬住，政策一定会兜底。是在美国，联邦政府从来不救楼市。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房地产危机，是在2007年到2009年的次贷危机，全美国的房价从高点下跌近30%。
美国一天最高有超过1万户家庭收到法拍的通知。2007年到2012年期间，累计有400万套房子被法拍，超过600万个家庭失去住房。很多人直到钥匙被银行收走的那一天，还在等房价反弹。然而，联邦救了什么呢？联邦救的是银行，不是房子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美国政府推出一个著名的救市计划，叫做 TRAP， 就是 Trouble Asset Relief Program，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。政府给花旗银行、美洲银行、高盛等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注资2500亿美元，给 AIG 保险公司注资700亿美元，而帮助房主调整房贷只有460亿美元。救银行的钱是救房东的钱的4.5倍。最后，银行是全部的满血复活，财政部还净赚了150亿美元。同期有600万个家庭失去了房子，金融系统是稳住了。这几百万个普通的房东被直接出清。我们再看一个现实，很多在2022年前后高位入场的中国买家，在2023年到2024年，这种现金流的压力上来以后，第一个反应就是等政策利率再回来。但是事实是，根据 Freddie Mac 的这种官方周报，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，这种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在 6.37%。全美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n 在2025年底，他预测2026年房贷利率会下降到 6% 以内。但是在2026年的4月份，他自己把预测又上调到了 6.5%。一些机构一致表态，2026年的利率不会跌破 6%。在等利率下跌的人，等的是一个永远不回来的时点。2021年 2.75% 的利率是一去不返了。这3种观念本质上就是一句话：中国的房地产更偏向于政策驱动，而美国房地产更偏向于现金流驱动。如果你是正在看美国房子的华人，我想对你说一句很现实的话：美国房地产的最大的风险，就是用中国的方法去买美国的房子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愿意把赌趋势算成变现金流，把短期套利换成长期福利，把等政策换成抓好房子的基本面，那么美国的房地产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规则非常清晰的市场。非常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。如果您对美国房地产感兴趣，请点赞和关注我，让您少踩一个坑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，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投资美国地产，读不懂规则，处处都是限制；读懂了规则，处处都有技巧。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，转发帮助更多的朋友，欢迎点赞和订阅，感谢支持。